讲到五行的时候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通关，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关注通关这个概念。通关有两种情况啊，通关非常重要，在断卦中非常有用。通关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比如说金克木，木就很危险，这个时候如果来的水来生木，这个木就算通关了。就是木碰到的危难，不仅生木，金还去生水，这样就形成了金生水生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，这个木就解救了。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呢，比如说金克木，但是呢火来克金，火克金，木受到的克也被解救了。所以说通关是两种情况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第一种就是被克的遇到生他的，他就被解救了。第一种情况，就被打的这个人遇到了救他的人，他就被解救了。还有一个打人的人被打了，这个被打的人也被解救了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种情况。比如说我们在断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碰到兄弟克财碰到了子孙，兄弟克财碰到了子孙，兄弟克财，财就被兄弟克了，钱就被兄弟给花完了。兄弟代表破财，代表耗财，代表挥霍，也代表很多的竞争者，很多人来分你这个财。那么如果碰到子孙，兄弟是生子孙的，子孙又去生财，那么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么一个状况，就是这个财啊，不仅是有财，而且是源源不断的财。这是第一种通关。还有一种通关呢，就是兄弟克财的时候碰到了官，官来克这个兄弟。开始进入断卦阶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，就官来克兄弟，财也会被通关，就是官来克兄弟的时候，财也会被解救。但是这种情况，官克凶，凶克财这种情况，跟凶克财碰到的子孙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。官克凶，凶克财，只是把这个危险啊，把这个危险因素给去除了。就好比说你做生意碰到了不正当的竞争啊，那些人刻意压价，然后呢，通过官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，就把这个兄弟给克了，那么你的财就保住了，就是本来这些财就属于你的，保住了这个财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不赔钱了。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凶克财碰到子孙的时候，它是什么？它不仅是保住了这个财，而且还得到源源不断的财。所以说通关是这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很好保住了自己该有的财，原来就该有的财；第二种是不但财没有损失，而且还会得到源源不断的财。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没有？这就是通关。通关有两种不一样的这种状态。接下来我们讲五行的万象修求。五行的万象修求也很重要。每一个五行，金木水火土，每一个五行，它在四季的流转当中，它都有不同的状态。比如说木这个五行，它在春天的时候，它一定是万象的，因为春天本来就是属木的。你看我们春天属木，后天八卦，这个是春天，同时它也是木；这个是夏天，同时它也是火；这个是秋天，它也是金；这个是冬天，它也是水。土在中央，就是春天的时候。它这个时令啊，它本来就属木的。木这个五行在春天的时候，它一定是万象的。火这个五行在春天的时候，它是象，象就是什么？象就是宰相的象，它是旺之次，就是第二旺的。火这个五行在春天是第二旺的。水这个五行在春天是休的，休的就是困顿。水这个五行它去生木，木那么强大的时候，它去生木，自己就会被泄。所以他就休就困顿了。那金呢？金是去克木的，人家那么强大，你来克他，不就像囚徒一样的吗？就是很累的吗？累得像囚徒一样，就根本就动不了。然后土呢？土是被木克的，就人家很强大，他克你的时候你就死了。所以说万象修求子，大家注意哈，春天木是旺的，夏天火是旺的，秋天金是旺的，冬天水是旺的，这个要搞得非常熟，要烂熟于胸。但是大家注意没有，这个地方没有土啊，有没有？这地方是不是少了一个五行？这地方没有土，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？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金啊？这个地方呢没有火，这里呢没有木，这里呢
没有水。也就是说，万象修求史讲到现在为止，土没有旺。土没有旺的时候吗？不对。那为什么土没有旺呢？我们接下来再讲。土没有旺，金没有相，火没有修，木没有求，水没有死。这个问题我们先画一个问号，先放在那里，等一下再来讲。这是万象修求史。然后我们看看五行的对应表，五行木火土金水五令，这个令是什么？令就是时令，就时节。时节有风、热、湿、燥、寒。时节有没有这种特点？在春天的时候它就是风，春天有风，然后夏天是热，热气。土的时候就是在土这个季节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土这个季节，它是湿的。在秋天的时候它是燥的，水的时候就冬天的时候它是寒的。然后呢，五化，化是一种化育，就天地化育万物的那个化育，它是生长化收藏，这个很好理解。春天的时候生，夏天的时候就长，到土的季节，辰戌丑未土的季节的时候它就化，秋天的时候是收，冬天的时候是藏。午时就是旦，旦就是早上，中就是太阳正中，偏就是日偏西，落就是太阳落山，夜就是夜里面，就是五行它和五令、五化、五时、五色、五秀、五味、五性、五谷、五果、五蔬等等，它都是对应的这种关系。比如说五脏，肝属木，所以说在断卦的时候，如果你木的那个爻被克，木的那爻非常衰，那么一定是肝经的问题。肝属木，心属火，心经的问题一定是火出问题了。脾呢属土，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包括胆、小肠、胃、大肠、膀胱等等。这个图我不细讲了，大家 PPT 拿回去这里去琢磨。